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要给大家做深度解读的书是《红楼梦》的真结局，作者是云间，是中国互联网上一位解读《红楼梦》的大神。这本书在我心目中呢，是分析和推测《红楼梦》结局最好的一本书。我认为云间在这本书里推测出来的《红楼梦》的整体构思和它的结局，可能是最接近曹雪芹的原意的。不论《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啊，《红楼梦》的整体构思和它的结局到底是什么？过去这100-200年来引起过无数多人的好奇啊。因为《红楼梦》最后的几十回缺失了嘛，所以红学界呢就有点像是一个巨型的侦探事务所。有些人在文本里去寻找清宫秘史，推测清朝的哪位王爷是贾宝玉的原型。有些人为了林黛玉最后是沉湖还是上吊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最多人关心的是这本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贾府最后是彻底败落了吗？宝玉最后是真的做了乞丐吗？结局如果不应该是像高鹗的叙述那样搞那种庸俗的大团圆，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呢？是全员团灭吗？这些探讨当然都非常重要，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大家都默认《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发生在物理世界里的，是遵循现实逻辑的故事。但是如果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呢？《红楼梦》的真结局这本书的作者云间说，会不会《红楼梦》这本书的谜底其实几百年来一直就摊开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而我们却一直视而不见呢？谜底会不会其实一直就藏在谜面上？那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名本身。《红楼梦》里的这个梦字，会不会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发生在书里某个人物的意识里的一场梦呢？也就是说，《红楼梦》这本书其实就真的是写了一个梦境啊。作者云间认为，整部《红楼梦》的核心设定其实非常接近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或者是大卫林奇导演的《穆赫兰道》那类影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个爱过、哭过、痴迷过的贾宝玉，在故事的最后突然遇到了另一个自己。那个人说：“宝玉，该醒醒了。”在那一个瞬间，贾宝玉突然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意识到，原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梦里。他发现自己那个温香软玉的怡红院，那个才情横溢的大观园，甚至是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林妹妹，其实都只是另一场人生的一个投影罢了。他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只是一个梦中的幻影。在这个逻辑之下，整本书真正的结局就变得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悲剧或者团圆，它既不是家族复兴，也不是简单的家破人亡，而是一场极具意识流色彩的关于整个世界崩塌的幻灭。按照这样的一个设想，这本书最后的结局的那个高潮，就应该是梦中人意识到自己是幻影的那一个瞬间。因为在这一个瞬间，所有的爱恨情仇瞬间都失去了附着点。那一瞬间的荒谬感、虚无感，那一刻的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彻大悟，这才是曹雪芹真正想带给我们的震撼。这里面既有终极的恐怖，也有终极的慈悲。那么如果说《红楼梦》的整个故事其实是在描绘一个梦境，贾宝玉只是一个梦中人，那么做梦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红楼梦》到底是谁做的一场梦？他在小说里出现过吗？如果这只是一个梦，那么梦中的贾宝玉和那个梦境之外的宝玉真身，他们最后的结局又各自是怎样的呢？以及作者曹雪芹为什么要编织这样的一个梦境？老老实实的写一个依据现实逻辑展开的故事，难道不香吗？那这些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就一一拆解。我们先来拆解第一个谜，谁是那个做梦的人呢？其实我刚才一说出梦中人这个设定，读过《红楼梦》的朋友可能就已经想到了，《红楼梦》的梦主，这本书的真正的主角，其实就是整本书里最容易被读者忽略，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败笔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甄宝玉。如果还有印象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读《红楼梦》前80回的时候，甄宝玉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就像是一个游离在主线剧情之外的幽灵，对吧？他只活在贾雨村和冷子兴的闲聊里，后来在贾宝玉一场离奇的梦里出现过一回。很多读者，包括很多专业的评论家，都觉得这个人物是很多余的。有人说这是曹雪芹写重了，有人觉得呢，这可能是未完成稿的残留痕迹而已。但是云间在《红楼梦》的真结局里问，
如果曹雪芹是你们公认的那个最擅长草蛇灰线、福脉千里的文学大师，他怎么可能在如此精密的文本里安插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呢？答案其实只有一个，甄宝玉不仅不是废人，他才是解开整部书结局的核心线索，因为他才是那个实实在在站在镜子外面的人，而我们目光聚焦的贾宝玉仅仅是镜子里的那个人影而已。我们来把这两个人放在显微镜下对比一下，你会发现甄宝玉和贾宝玉的相似性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外貌层面的壮脸而已啊，而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息式的复刻。那首先我们还是从最直观的外貌来看，当甄家的那些下人婆子们第一次进入贾府见到贾宝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极度震惊的。他们说唬了我们一跳，若不是我们进府来，倘若是在别处遇见，还知道是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呢。这种程度的相似完全超越了巧合的范畴。其次呢，是在他俩的性情和怪癖上，这两个人的重合度更是惊人了。贾宝玉那句非常著名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句话在甄宝玉身上有一个更加极端的对应版本。甄宝玉认为女儿这两个字极其尊贵，极其清净，比阿弥陀佛、比元始天尊的宝号还要尊贵。他甚至要求小厮们在说这两个字之前，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来漱口，否则就是亵渎。这样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少年，怎么会拥有如此完全一致的精神指纹呢？在传统的红学研究里大家习惯把这称为互文或者对照，认为是用甄宝玉来衬托贾宝玉。但是在云间的解读里这绝不是简单的衬托，这是严格的镜像关系。这就像是我们照镜子，镜子外面的是实体，是甄宝玉，镜子里边的是影像，是贾宝玉，他们本就是同一个人。我们在前80回里看得津津有味，跟着哭跟着笑的那个贾宝玉，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只是甄宝玉投射在镜子里的一个影子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书里的贾宝玉经常会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恍惚感，总觉得某些场景异常的熟悉。比如最著名的就是宝黛出狱，宝玉第一次见到黛玉就说这个妹妹我见过了。传统红学家的解释是，这是在暗示木石前盟，就是宝玉的前世神瑛侍者和黛玉的前世绛珠仙草曾经在天界有过一段未了的情缘。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解释框架里呢，这其实更像是现实中的记忆对梦境的入侵。为什么宝玉会觉得见过的，并不是因为他在上辈子见过，而是因为正在做梦的那个人在现实中真的见过他。那个处在真实世界，也就是甄府里的甄宝玉，曾经真的遇到过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子，也就是现实版的林黛玉。这段记忆太深刻，太刻骨铭心了，以至于当他入梦，当他投射出贾宝玉这个分身的时候，这段记忆就像是一段没有办法被彻底清除的缓存数据，直接泄露到了梦境主角的意识里。本体甄宝玉其实已经经历过这一幕了，而影子贾宝玉其实是在复刻这一段经历。不仅仅是贾宝玉在复刻甄宝玉的经历，其实整个贾府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甄家发生过的往事的幻象重演。贾府发生的一切，其实在甄家都已经发生过了。书里好几次暗示甄家与贾家的紧密联系并不是普通的世交，而是一种源头与副本之间的关系。书里有很多细节，就像是电脑系统运行时的 bug， 就有点像是黑客帝国里 Neo 看见那只反复出现的黑猫一样，一直在暗示这个贾府世界的不真实。比如说赵嬷嬷的话，在第16回，贾琏的奶妈赵嬷嬷回忆当年南巡接驾的盛况。她说甄家接驾4次，那是何等的尊贵，银子像淌海水一样花。而贾家呢，贾家只接驾了1次，这像不像是原版和一个缩水版的关系？梦往往不会原样复刻现实，而是浓缩的。贾家是那个更加庞大、更加真实、更加琐碎的源头，而贾家只是他的一段记忆，一个浓缩了的投影。其次是探春的预言，在第74回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探春非常悲愤地说：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这句话太重要了。探春在说什么？
他在说甄家已经先被抄家了，而且也是从自杀自灭开始的。紧接着贾家也开始了同样的几乎是复刻的命运。你看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甄先贾后，就严格遵循了现实先发生，梦境后呈现的规律。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甄家是原文件，而贾家是一个慢了几分钟才启动的运行副本，它是亦步亦趋的跟在甄家后面的。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也暗示了贾家其实并不存在，那就是《红楼梦》第4回里那份非常著名的罗列了金陵省最有权势的家族的护官符，里面居然只有贾王史薛4大家族，竟然没有甄家。前面说过，甄家接驾4次，富贵无极啊，而且书里明确说过，甄家是担任金陵的体仁院总裁的，不论是在官面上还是在江湖上，甄家绝对都是金陵第一豪族，比贾家还要豪横。那他们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官审案的潜规则名录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呢？这合理吗？这太不合理了。除非贾既是甄，甄家其实就在这个护官符上。护官符的第一句是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假不假翻译过来就是假的不是假的，那是什么呢？那是真的，并不存在贾家，只有甄家。现实中只有甄王史薛4大家族。传统文学家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曹雪芹可能是借贾家来写甄家，但是他们大多是从探意索引的角度出发，是推测曹雪芹有什么现实顾虑，有什么政治风险，有什么难言之隐，才故意用春秋笔法。但是在云间的这个解释框架里啊，这种写法并不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必须。既然这是一场梦，那么在梦境的这个维度里，贾家才是唯一的真实，现实中的甄家就不能够正面出场。这就好比你梦见自己是一个上天入地的超级英雄，那么现实中那个作为打工人的你就不太可能同样占据主角的戏份。只有当你对白天工作的焦虑在梦中偶尔浮现的时候，那个作为打工人的现实中的你才会在梦境的边缘若隐若现。这就是《红楼梦》里贾家与甄家的关系。如果说上面这些呢都还只是暗示，而是我们在捕风捉影，那么第56回贾宝玉的那个梦中梦，那个名场面啊，那几乎就是在明示《红楼梦》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梦中世界里的。那一回呢是贾宝玉在镜子前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了甄家花园，一个和贾府一模一样的地方。他在这里碰到了甄宝玉，而在他的梦里，甄宝玉竟然对丫鬟说自己梦见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叫做贾宝玉的人。醒来之后，贾宝玉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丫鬟麝月对他说，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被公认为看过小说结局的脂砚斋在这里有一句非常惊人的批语，简直就是直接把谜底给怼到了读者脸上。他写道，凡写贾家之宝玉，则正为甄宝玉传影。传影这2个字就是传递影像或者传递影子，这几乎就是官方盖章了。在确立了贾宝玉是甄宝玉的梦中镜像这样一个核心论点之后，云间在书里继续挖掘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曹雪芹其实在书里埋下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具。这个道具既是梦境的入口，也是一个连接梦境与现实的通道。其实很多关于梦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都会出现一个类似这样的道具，比如《盗梦空间》里在不同的梦境层里同步播放的音乐，比如大卫林奇导演的《穆赫兰道》里的蓝色盒子，《双峰镇》里的红色窗帘，他们都起到了连接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作用。而很让人吃惊的是，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居然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道具，那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提到的镜子。《红楼梦》里最著名的镜子，当然就是在书的第12回出现的那件神器风月宝剑。这面镜子是跛足道人给贾瑞治病用的，道士特意嘱咐他千万不可以照正面，只能够照背面。这面镜子的设定非常玄妙，它的背面呢照出来的是个骷髅，很明显它是代表着白骨森森的现实嘛。而它的正面呢照出来是凤姐在招手，这显然就代表着非常美妙但是又致命的幻象。而贾瑞最后是沉溺于正面，其实就是沉溺于一个梦境，最终就把命丢在了里面。
在利益上，这当然就是整本书利益的一个微缩版我们一会儿就会讲到但是我们先关注一个小细节那就是贾瑞具体是怎么死的呢？贾瑞不听劝非要照正面，结果怎么样呢？书里写道，他觉得荡悠悠的就进去了。请注意这个细节人是可以走进镜子里的再结合他有双面的这个设定，这哪是一面镜子这分明就是一道双向门你明明走进了那个温软香艳的红楼梦境，但你通向的却是那个白骨森森的现实世界。红楼梦的整个故事结构其实就是风月宝剑本身。在现实中家破人亡的甄宝玉从风月宝剑的背面走进了红楼梦境里，而梦境里的这个贾宝玉最后也必然要从风月宝剑的正面走出去，完成最后的觉醒这点我们留到最后再说。我们先回到风月宝剑这件道具上，作者云间认为，虽然风月宝剑在贾瑞死后似乎是消失了，但其实他的分身一直都潜伏在贾宝玉的生活里，贯穿了整部红楼梦，只不过它是伪装成了贾宝玉生活里一些最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分身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怡红院里的那一面大穿衣镜。这面镜子在书里多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都毫无例外地伴随着空间感的错乱和梦幻感的加强。第一次呢，是贾政带着一群亲客游览大观园，刚走进怡红院的门，贾政就迷路了。为什么呢？原话是，忽见迎面也进来一群人，都与自己形象一样。他们恍惚了一阵，才发现这是一面镜子。连古板的贾政都被这面镜子搞得晕头转向，一时分不清楚哪里是路，哪里是影。作者在这里是浓墨重彩的特意描写了镜子造成的这种视觉混淆，这是强烈暗示贾府这些人他们本是幻影的这个属性。第二次浓墨重彩的写这面镜子呢，是刘姥姥的奇遇。第41回，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她同样是被这面镜子给困住了。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喊亲家母，然后摸着镜子说了一句让人细思极恐的话，她说，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吧？这难道不就是一句典型的打破第四面墙的那种台词吗？作者是借一个喝醉的村妇之口，借一个局外人的直觉，点破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是的，你们所有人此刻都活在镜子里头。而关键的第三次呢，就是这面镜子露出了它传送门的这个本质，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第56回，贾宝玉睡午觉的时候，丫鬟忘记放下了镜套，也就是忘记把镜子给遮住了。贾宝玉就这样对着镜子睡着了，结果他就做了那个梦，梦境他走进了甄家，见到了甄宝玉。请注意这个机制镜子没有被遮住，就好像本来相互隔绝的梦境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一下信号突然连通了，这座桥突然搭上了。于是梦中人就短暂地瞥见了自己的本体。宝玉醒来之后，丫鬟麝月说，怪道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镜子，小人魂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做胡梦。也就是说，在书里这个世界的人看来，照镜子是会丢魂的。虽然中国民间也有这样的信仰但是曹雪芹在这里特意写了一笔，似乎也是一种暗示那就是故事里这些人物的魂本来就是镜子给的，照多了容易穿帮，容易被吸回去。如果说这面大穿衣镜是风月宝剑幻化出的一个固定机位，那么到了故事后期贾宝玉甚至随身携带了一个移动终端，一个随身摄像机。作者云间挖掘出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伏笔，那就是小菱花镜。在紫娟试探宝玉那一回，宝玉特意向紫娟要了一样东西，他说，你把那面小菱花的镜子给我留下吧。他要镜子干什么呢？是为了整理仪容吗？不是请注意听他的理由。他的理由是，我搁在枕头旁边，睡着好照。请大家细品这句话，睡着好照。正常人谁会在睡觉的时候照镜子？睡觉的时候是闭着眼的，怎么照镜子呢？除非睡着才是它存在的真实状态，而镜子呢，就有点像是它维持这种存在的一个能量源泉。云间推测这暗示了书里在后面抄家的情节之后那架大穿衣镜可能被打碎或者被查抄了。失去了这样一个连通本体的大型的信号接收器之后呢，贾宝玉感觉到了存在感的流逝，于是他本能地抓住了这面小镜子，他必须时刻能够连接到本体，
否则他这个影子就会烟消云散。这面小菱花镜就是风月宝剑的第二个分身。也许在遗失的80回后的情节里，他会陪着落魄的宝玉走完《红楼梦》最后一段旅程，直到他彻底醒悟。《红楼梦》里有一个细节暗示贾宝玉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跟镜子有关的那就是第20回智灯谜贾政杯谶语，也就是猜灯谜的那段名场面。大家的灯谜都是不祥之兆嘛，元春是爆竹一响而散，探春是风筝飘摇远去这些你可能都很熟但最关键的是贾宝玉的灯谜。很多版本比如像通行本里都删掉了宝玉的灯谜，但是在早期版本比如说甲辰本里，宝玉是有灯谜的，而且这个谜底直接揭示了它的本质。贾宝玉的灯谜的谜面是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向忧一忧，向喜一喜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贾政最后猜中了，谜底是镜子。南面而坐，北面而朝，是说镜子里的影像跟你是反着的。向忧一忧，向喜一喜，是你哭他也哭，你笑他也笑。贾政当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但是我们现在站在梦中人这个角度来看，那就太可怕了。贾宝玉的本命就是镜子，贾宝玉的一生就是一种镜像人生，他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只是对他人的模仿和反射，他没有自己的实体，他的存在完全依赖于镜子外的那个本体。当本体离开镜子，影像也就会随之消失。但是梦中的贾宝玉怎么样才能够看破这样一层幻影呢？就像《黑客帝国》里的 Neo 需要服下一颗红药丸才能够觉醒，就像《盗梦空间》里的小李子需要看陀螺是否能够停下来判断自己是否身处现实一样，贾宝玉的觉醒也需要一个媒介，一个能够揭示真相的图腾。而这个图腾其实一直都在宝玉身边，那就是跟他一同降生的通灵宝玉。在传统的红学研究里通灵宝玉通常只是被看成主要是一个叙事道具，他是一个无声的见证者，见证贾府的兴衰他也是一个记录者他就是开头那块写下了《红楼梦》整个故事的那块大石头嘛。但是在《红楼梦真结局》这本书的逻辑里呢，这块玉的功能要硬核得多，它并不只是一个叙事道具，而是会真的深度干预剧情本身的。如果用比较科幻的词来概括呢，通灵宝玉的功能其实是一个梦境状态干预器。大家还记得通灵宝玉背后刻着什么字吗？第一行是一除邪祟，第二行是二疗冤疾，第三行是三知祸福。这3行字其实就是这块玉对梦境的3次系统级干预。第一次干预除邪祟，这个我们在前80回里就已经见过了。赵姨娘买通马道婆，用巫术想杀掉宝玉和凤姐，2个人奄奄一息。这个时候呢，来了那一僧一道，他们拿着那块玉念了一段咒，宝玉就活过来了。这像什么呀？这就像是一个游戏系统正在排除病毒干扰，确保主角不会因为意外 bug 而提前下线。然后是第2次干预，疗冤疾。什么叫冤疾？什么样的病才能够配叫冤呢？很可能就是在80回后，林黛玉泪尽而逝，这对贾宝玉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按照宝玉的性格，他大概率会伤心致死，或者随黛玉而去。但是云间推测，这个时候通灵宝玉会第2次显灵，强行把宝玉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为什么要救他呢？就是要让他活着面对挚爱已死的悲惨。这听起来非常残忍，但是在幻境逻辑里这是必须的。因为疗冤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长命百岁，而是因为大梦未醒，系统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他必须活着，活到亲眼见证贾府的大厦倾塌，活到见证所有的繁华化为泡影的那一刻。这一次干预是为了让他留在梦里，为了让他完成最后的悟道。然后就是第3行字，知祸福。在高鹗的叙书里通灵宝玉是被偷走的，处理得很像是一出闹剧。但是在云间的还原里呢，玉的消失可能有着一种非常强的宿命感。什么是知祸福？就是能够预知大祸临头。可能是在贾府真正被抄家大难临头的前夜，这块玉就突然凭空消失了。它没有被偷，它就好像是一个游戏的 NPC 突然自动离线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预知到了这个贾府幻境即将被毁灭，这个梦境即将走向尽头。这个时候他的任务改变了，
他先一步脱离这个维度，回到了他原本的主人珍宝玉的手里。看见通灵宝玉的珍宝玉明白，最后那一刻终于要来了。玉的消失就是这个世界即将崩塌的末日警报。玉消失了，贾宝玉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变得疯疯癫癫。直到故事的最后一刻，那个终极的解谜人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脂砚斋在批语里反复提到的全书大关键：珍宝玉送玉。请大家脑补这样一个很具电影感的画面：此时的贾府已经彻底败落，死的死，散的散。贾宝玉沦为乞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恍惚间，他从怀里掏出了那面小菱花镜。突然间，他看见一个人从镜中向他走来，那个人越来越大，最后甚至就站到了他的面前。这个人穿着和他一样的衣服，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脸，神情里带着一种悲悯，又带着一种远在天边的疏离。他手里拿着那块失踪已久、上面刻着字的石头，递给了前面的这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这一个瞬间，两张一模一样的脸，隔着虚幻与现实的壁垒对视了。这一幕所谓的贾宝玉送玉，不仅仅是物归原主，这是一次降维打击。当影子看到了本体，当他手里握着那块原本属于神瑛侍者的石头，当他看到石头上刻着自己这一生的剧本，那一瞬间，巨大的荒谬感会击穿他的意识。他会突然明白，原来这块玉不是我的，是你的。原来那些荣华富贵不是我的，是你的倒影。原来我不叫贾宝玉，我只是珍宝玉做的一场梦。这就是珍宝玉送玉的真意，他送回的不是一块石头而已，而是关于本我的真相。你经历的这半生爱恨情仇是真的吗？不，那只是一场梦而已，甚至连你自己都只是我的一个念头。梦醒了，梦里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按照常规的写实小说，贾宝玉在经历了磨难之后，可能会悟出富贵如过眼云烟，人生无常如梦幻泡影，最后他可能会出家为僧，看破一切。如果那么写，就已经是很有深度的结局了。但是在云间的推演里，曹雪芹的构思远远超过了这个层次。在书里，贾宝玉曾经不止一次发过一个奇怪的毒誓，比如他说过，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连皮带骨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成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得见，须得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都散了才好。贾宝玉在书里不止一次预言自己会化烟化灰。以前我们读到这里，觉得这只是宝玉的痴话，是撒娇，但是云间告诉我们，这就是结局的剧本。在从珍宝玉手里接过通灵宝玉之后，贾宝玉明白了一切的前因后果。那一刻，他不再有悲伤，也不再有留恋。他站在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大风气息，他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像老旧壁画上的颜料一样剥落，然后化作一股青烟。最后风停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没有尸体，没有衣物，只有那块坚硬的石头静静地躺在地上。贾宝玉真的像他发誓的那样，化作了一股青烟，归零了。镜子撤去了，光线切断了，梦醒了。大观园不存在了，林黛玉不存在了，贾宝玉也不存在了，留在原地的只有那个大彻大悟，手里捏着石头的珍宝玉。他看着眼前空荡荡的荒野，终于接受了万境归空的真相。我的所有爱恨情仇，我的所有牵挂，甚至于那个曾经多愁善感的我本身，都随着这股烟归于虚无。这可能就是《红楼梦》原本预设的真结局。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结局是不是太残酷了？我们爱了这么久的宝哥哥，最后竟然连个人都不是，而只是别人的一场梦，甚至最后还要灰飞烟灭。确实，从世俗情感的角度来看，这非常残酷。但这正是曹雪芹以及《云间》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最高级的哲学，那就是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种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主义，它是佛教里讲的色即是空，是《金刚经》里讲的如梦幻泡影。曹雪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创造一真一假的两个世界？因为作者想要通过这个梦来重新体验、重新审视一段已经逝去、不可追回的往事。这就像我们在玩模拟人生，你在游戏里创建了一个角色，让他去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你在屏幕外面看着他哭，看着他笑，
看着他爱上那个注定要死去的林妹妹。《红楼梦》的作者把他一生中遇到过的最美好的女子、最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繁华的记忆，都投射到了这个梦境里。他让贾宝玉代替他去重新活了一遍，他让那些已经死去的女孩在书里重新活了一遍。但是作者比谁都清楚，这一切已经消失了。如果不打破这个幻境，这就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意淫，就是那面风月宝剑的正面。所以他必须在书的结尾亲手打破这个幻境，他必须让贾宝玉化烟而散，才能完成从入梦到醒梦的闭环。只有当那一阵大风吹过，当主角化为青烟散去，当一切归于虚无的时候，那个站在镜子外面看着这一切的甄宝玉，以及在书本外面看着这一切的作者曹雪芹，还有捧着书本的我们，才能真正从这场大梦里醒来。如果不打破，如果不醒来，那么这就只是一部庸俗的言情小说。正是因为最后的幻灭，正是因为那个落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才真正跨越了通俗小说的边界，成为了一部关于存在的伟大悲剧。它不是要告诉你好人有好报，不是要告诉你有情人终成眷属，它甚至不是要告诉你繁华终会落幕的这种世事无常。它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更加残酷，但是也更慈悲的真相，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种空不是凄凉，而是自由。在那些常规的结局构思里，我们会怜悯宝玉，是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什么。但是在云间推测的这个结局里，作者曹雪芹的慈悲恰恰是让他不再拥有，因为有就是苦。只要贾宝玉还维持着人形，只要他还是一股聚拢的烟，他就必然被爱恨所缚，他就会痛，就会求不得，就会爱别离。作者让贾宝玉化烟而散，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刑期。那阵风吹过，并不是在毁灭他，而是在释放他，同时也释放了甄宝玉，释放了作者自己。当甄宝玉看着那片白茫茫的大地时，他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浩浩荡荡的寂静。这片白茫茫就是佛家讲的彼岸，这里没有痛苦，甚至没有了无常，这是一种大自在。它残酷吗？对于沉迷梦境的人来说很残酷。它慈悲吗？对于想要觉醒的灵魂来说，这是最大的慈悲。好，《红楼梦》的真结局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本书再见。